探索家畅聊王一博。首先是感谢一博，感谢探索频道，还有腾讯视频，还有各位专业的老师，保障我们整个这一次的设置任务能够顺利的完成。然后呢，这次其实我们就像一博说的，我们接受海岛这次的探索呢，面临了很多不可控的来自环境的挑战，就包括我们在陆地上瞬息万变的天气，可能前一秒钟还是烈日炎炎，然后后一秒钟就变得是雷电交加的，我们要马上撤离的那种状态，非常大的变化。更何况海里边，我们要面对海里边的海流、涌浪，然后我们要面对低能见度、低温、低光照，在这样特别复杂的环境下，其实对于我这种常年在海岛作业记录的人来说，我觉得都是压力很大。更何况是一博，然后没有做过很多专业的水下运动、海岛生存的训练，然后他需要从最开始学习潜水的技能，掌握这个技能，然后开始凭借自己的能力潜到深海，然后在深海去做影像记录，然后在深海去克服海浪、海流，深夜、夜晚、黑暗的这种各种变量的环境的挑战，然后去完成最后的任务。我觉得真的在一开始听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是 Mission Impossible 真的是这样的。但是后来让我特别意外、特别惊喜的是，不仅仅是一博他自己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运动天赋和超强的学习能力，更重要的是他非常敬业、非常专业的精神。还有一点，就我在他身上学到的，就是永不言败。我们其实之前遇到了好多的困难，甚至是我自己有一些困难的时候，一博都会给我鼓励，然后这一点是让我特别感动的。所以我觉得我在他身上也整个这次探索的过程，我在他身上也在学习，也在成长。所以非常感谢一博，我的海岛 buddy。第一次看这个片子然后我看完了之后，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变成他的粉丝了。我不是一个就是在娱乐圈追星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次合作完了之后，在看完这个片子之后的话，其实我觉得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然后现在我真的变成他的粉丝。在这个片子里面，在我们这个合作的过程里，我觉得一博的这个表现出来的运动天赋很让我吃惊。在爬的这个过程，我们在攀岩的那一段的时候，就是我是看不见你的，我不知道。但是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我看的时候，哇，这些动作你以前都没有做过，都很像样，很专业。这天赋本身并不值得表扬，但是这个表扬的是你过去非常勤奋，天赋因为本身并不存在，是你过去因为训练的很多，有了很多的勤奋的努力，才导致了你有这么好的身体条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在我们这里面，在雪山攀登的时候，在这一集，对于一个没有登过雪山、没有上过高海拔的人来讲，本身的难度就已经很高了。再加上我们要在这个同时把这个片子呈现出来，这个难度我觉得至少乘以3，对，至少乘以3。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你在下去的时候，然后还想不想上来？那还是想的。就像片子里说的，觉得自己的身体不争气嘛，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完成，一定要完成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艰难。就是我们去爬山的时候，对吧？我们一直往上走是 OK 的。但如果爬上了一个山，然后再往下走，然后发现还要往上走的时候，往下走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难受，就不愿意往下走。因为其实如果当身体不太舒服，然后需要下去，然后再上来的时候，这个心里面的过程是需要一个2次重建的。那个过程我觉得非常难。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在这个片子里面和在我们的这个交流的过程里面，我都没有看到有任何的犹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在毅力上的一种非常深刻的体现。这个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的。谢谢周邦老师的分享。我们整个探洞的过程，并不是我一直带着一博在那里探索。其实一博适应过洞穴以后，然后他就在学习绳索技能，然后适应了这个装备了它的用处以后，他就开始在前面去主动的去带路，去研究怎么样的克服困难。然后呢，就是其实一博吧，他像这次节目，他主要就是自己非常热爱大自然，然后又非常喜欢这种户外运动，所以才会在我们节目中间看起来这样从容的去面对一些困难。我们在洞穴里也遇到很多困难，然后但是呢，一博他会自己去想办法，然后他会克服这些问题，最终取得了挑战的成功。给我留的整个的印象就是他学习能力特别快，最主要学习能力快的还有一点就是他的逻辑特别清晰。他不是那种我认为是这样做我就马上要去这样做，他会反复的去考虑，直到他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可以取代他之前或者要推翻之前的那个方案，
他会采用新的东西，他总是在采取一些比较适合自己和适合当下的一些正确的一些方法。我觉得这是认知的问题。通过我的沙漠的这个摸底排查，我发现他确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就思维各个方面、行动力、效率是特别高的一个人。谢谢。这档节目参与下来，对你来说有什么样一些特别的意义吗？其实我会觉得做这些事情是越来越有意义的。对于我自己，我可以看到更多，体验更多，慢慢会觉得其实生命只有一次，我想要活得更加的有趣精彩，这也只是刚开始。这么多的挑战结束之后，你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和成长？我觉得最大变化就是变黑了好多。首先来自肤色上的变化啊，之前从来没这么黑过，之前还觉得自己一直晒不黑，发现那没真的晒过。然后就学到了很多新的技能，比如攀岩啊、潜水各种绳索技能。自身心理也很强大了，面对困难以后，其实这都不叫事儿嘛。5000多米的山顶，咱们都登过顶了。Hello， 大家好，我也是第一次作为观众看这个片子啊。其实这个项目的话是一博自己的一个想法，他作为发起人，其实前后的话跟腾讯和 Discovery 的话也讨论2年。其实在这个时间里面的话，我觉得我是挺忐忑的，因为我对这个东西的话，我保持一个保留的态度，我觉得太危险了。今天看完了以后，我觉得我仍然是觉得很危险。对我在看的时候，我的心是跌宕起伏的。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第一次在山上我头疼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事情给放弃掉，我不会再继续了。但是今天的话，一博把这个事情完成了，真的给我满满的震撼和心灵的一个，就是无比论语的，用语言很难形容的一种震撼和对这种生活的那种向往。但确实我也是没有勇气去尝试这样的一个冒险的一个活动，因为他在拍的时候，他会偶尔的把一些短视频和照片分享给我。其实我每次看了一点点，我就把它关掉了，因为我觉得好危险，我好害怕。但确实是作为27岁的一博，我觉得他给所有的年轻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也给我40+的年龄的。也树立一个榜样吧。我觉得人生很多是未知的，我们需要去冒险，需要去很执着、很自信的去做一些事情。片的话，我觉得值得全家老少都一起去看，因为它不仅是带给你心灵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就是你在任何困难面前的话，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克服的。每个人的话都是可以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永不放弃，永远的去追求。谢谢一博，你给了我很大的心灵的震撼，给了我无限的惊喜和惊喜。谢谢你，华姐。其实每次一博要去录不同篇章的时候，那几天里就是最担心的，因为他录了好长时间嘛，前后的话，好几十天、40天吧。其实他每次去的时候，我都还蛮担心的，但他自己又很享受那种过程，我又不能就是每次拖累他，每次我都好棒的。其实我内心的话，我内心是，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对，确实我是觉得还蛮危险的，但是给我的。就是内心的震撼蛮多的，就是给了我很多心灵的力量。我觉得好像我以前觉得自己有很多挫折呀和困难，我觉得在一博面前的话，觉得什么都不值得一提。谢谢，再次感谢花姐的分享。